直接用 Gatsby 一个指令 Gatsby develop， 你就会开发一个页面让你画出来。Gatsby 其实还蛮好用的，帮你变成漂亮的网站，好方便，快速认识 Gatsby 来开发一个新网站的技巧。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一个可以快速来架静态网站的一个 framework Gatsby， 它都是用 JavaScript 来写。Gatsby 做的网站有几个好处，它可以容纳很多的人，把 landing page 的功能做得非常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什么是 Gatsby 是如何运作的，它的组成，它要用哪些套件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变得非常好用。最后快速的把 Gatsby 装起来，直接跑起来。这边还有一些 Gatsby 好用的 starter。首先我们要来说到什么是 Gatsby。Gatsby 是一个好用的静态网站生成器，简称 SSG（Static Site Generator）。Static Site Generator 其实有很多种，而且有用很多不同语言写的。这边它用的是时下最流行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像 JavaScript 里面的 framework 叫做 React， 然后打包工具像 Webpack， 还有 GraphQL 这个来传资料的方法。等一下一一的会仔细的来介绍。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要用 Gatsby 呢？因为很多时候你的网站只要压成 HTML， 给它一个 HTML 看到静态网站其实就够了。它有几个好处，它很轻，它很快，它的 SEO 非常好，所以拿来做以下这些网站是非常合适的。比如说像部落格、商业网站、营销网站，然后简单的电商，甚至是个人履历或是摄影作品都很适合。我可以看一下这些 example， 比如说像 Airbnb 的 engineering 的这个页面，还有 Bitcoin.com、Brand.io 的这个 framework， 还有 Spotify.design，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这边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其实很快就可以直接载入。我们来把页面背后的一些 network 看它的流量数据，重整 disable cache， 把快取关掉，才可以得到最原生这个网页载入的速度。它其实是非常快的，可是它的容量还是有点大，它大概载了 1.6 MB 左右，2秒内都载完了。看第二个网页，通常像这样子的 landing page 呢，大部分的网站都会用静态网站来做，因为大家很容易会去打 landing page 第一个页面，第一个页面最好要轻要小，这样子跑起来很快，马上看到你这个服务的介绍是什么，后面的一些动态的数据的处理的 panel 买啊卖啊，或是交换你的币的这些功能，它可能是用一些动态的 application 的方式来做。静态的页面是一份 HTML， 可以快速的在3到4秒内把它载完就 OK 了。这些图不是即时的，只是一张图已经早就压好，每10分钟压一张，看起来说这张图的取势图看起来好像是即时的，其实它不是，都是静态的。再看其他这2个网站，这个页面主要看到它的产品，然后可能在一个场景里面，然后后面可能会哪些服务正在用。后面呢，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它是一个动画的工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potify Design 这个 page， 这个 page 做的动画就比较多啦，可以做到有很多 animation， 还有一些它的页面。用 Gatsby 的做法的好处就是它真的是还蛮快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静态页面。接下来 Gatsby 是如何运作的，更深入的了解到什么是静态网站生成器 SSG， 再更仔细来看 WordPress 的模型和 SSG 的模型，了解 SSG 的好处。React 它是专门在处理动态的一些元件，它可以用 JavaScript 来把 HTML 拆成很多很小的元件，把这些元件再组合成一个页面。Gatsby 的做法是把这些元件联合这些资料，比如说像 Markdown、图档和 JSON 等等的你要的资料，跟元件合在一起以后，变成一个 HTML。SSG 有哪些套件呢？比如说有像 Jekyll 是 Ruby 的写法，和 Hugo 是 Golang。所以在网络上查 Jekyll 和 Hugo 的话，大部分都是教你怎么样用这2套套件来做部落格。现在看一下模型吧。首先，如果要加一个 WordPress 会在伺服器上面跑，可是你的文章会是用 SQL 的方式存在 database 里面。当使用者要访问网站的时候， WordPress 会用 PHP 会有一个 request， 使用者会问这个 server， 这个 server 会去把文章从资料库里面拿出来，再把网页的样子跟这个资料合在一起，产生一个 HTML 再给使用者。这样子的流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你的使用者非常多的时候，你的 server 就必须要一直产生 server 如果不够大，或者处理的速度效能不够好，那你的网站就会没办法访问。 SSG 的模型是我先把这些文章这个 Markdown 和这个元件的长的样子用 Gatsby 把它压成一个 HTML， 然后我再 deploy， 因为我们的网站是要给别人看的，所以我们把它 deploy 到 GitHub，Netlify 去读你的 GitHub， 自动就会帮你更新你的网站，架在 Netlify 上面。当使用者要来看你的网站的时候，直接就是静态的 HTML 给他。静态 HTML 像 Chrome 这些 browser 浏览器都已经做好非常好的优化。当有很多使用者上来的时候，直接从 server 上面拿一份 HTML 过去就好了。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网络节点都有 CDN， 都会先帮你静态的 HTML 做好 caching 快取，这个时候你的网站会更快，更不会有以前动态网站会遇到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Gatsby 实际的流程，比如说写一个有部落格的页面，它的 post 通常开发者会用 Markdown 来存这些资料，有些页面其实也是可以用 Markdown 来存的，有些设定档或资料我们会用 YAML 或者 JSON 把它存好，甚至是现在有一些 API 的网站，它是没有前端的，它是完全都是后端的，可以用开 API， 比如说像 Ghost 啊这些，可以开好一些 API。最后呢，我
我们有这些资料，这边是资料串的部分，把这些资料串拿出来 GraphQL 可以好好的把这些资料连接在一起，串在一起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塞到我们的元件里面。这些元件通常都是没有资料，都是空的。比如说像 React 是来处理 HTML 的 component 结构的部分，那 Style Component 是来处理 CSS 来画，把它画得变漂亮，然后把这些资料整合完了以后，再加上壳，就是这些页面的样子打包起来，加上一些 Gatsby 的工具，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页面压成 HTML 放到 Static Host 上面。那这些 Host 呢，你可以自己用最传统的方式，有一台电脑接上中华电信高速的网路，然后你就可以加一个站，或是你想要用现在云端的方法，用 AWS S3 就可以把它架上去，或者是用 Netlify 的一些工具，那它可以去读你的 GitHub， 去把你的 repository 去读出来，读出来以后它自动的会帮你去做更新。我是采用这个方法，或者是说你喜欢用 GitHub， 然后它是免费的 page， 因为是静态网站 GitHub 也可以免费的架站，所以你就可以用 GitHub page 来达到免费的架站的方式，或是说有便宜的 VPS 像 DigitalOcean， 或是你要用官方自己的 Gatsby Cloud， 这些都可以。因为静态网站是非常好 host 的，你只要放上去，然后位置打对了，连接对了，就可以访问得到。 SSG 的好处在哪里？它可以快速的载入，因为它不需要资料库，因为它就是一个 HTML， 不用资料库去查询资料，也不用伺服器来处理请求，它直接就是给 HTML， 简单安全，因为没有伺服器，没有资料库，只有前端的静态网站档案，这些档案本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自然就没有安全上的问题，既便宜又免费，像是 GitHub Page。静态网站的主机费用也非常非常低，不用一直去重新再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把部落格文章的资料塞到框框里面，然后再塞给使用者，所以你的主机每一个访问的人用伺服器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少，会很便宜，很好快取，因为有很多 CDN 和浏览器自动都会帮你做静态档案的快取。当你在访问这个网站第二次的时候，基本上你不会再去访问它，只会重新在你自己页面上面把它打开，所以会让你的网页显示非常非常快。可是当静态的内容不够我们使用，可以在我们静态内容再加一些 JavaScript 动态拉一些小功能，比如说 Facebook 的小工具，这个工具是动态的，静态页面的一些动态内容可以用 JavaScript 去拉外面。 SSG 的好处是可以起始更快，可以让大家更快看到你的站，可以渐进的开发。比如说你要加一个 Facebook 的小 widgets， 其实刚开始不用加，刚开始简易的 HTML， 后面你要加一些动态，比如说去拉一些新闻进来，这个 component 再去做一些动态的，当静态页面画好了以后再去拉就可以了。那前后接 yes 的意思是说前后端都是用 JS， 写 JavaScript 写多了，前端后端都是用 JavaScript， 是非常方便开发的，而且 code 可以 reuse， 可以重复使用程式码。第四个 Google 会非常喜欢传统的动态网站，资料是去拿这个页面的时候它才会给你，这个时候 Google 的 server 它要去抓去捞你的页面的时候，它会捞不到资料。静态的内容 Google 的 SEO 很好去 cache， 很好去抓你这个页面里面有哪些关键字，这个页面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很好的可以去搜到你的页面，可以让你的服务更容易在 Google 上被别人看到，同时网站的分数也会比较高，这是 SSG 的好处。再来我们要来说 Gatsby 它的组成有哪些。前面可能大家有听到 GraphQL， 有听到 React， 有听到 Webpack， 可是却不是很了解，我们一一的来看它的组成的这些元素是来做什么事情的。首先我们看到 GraphQL， 它是一个2012年在 Facebook 内部所发展出来的 Data Query 语言。这个语言主要在处理什么事情呢？08、09年智慧型手机刚开始的时候， Facebook 都是用 Web 的方式来做手机的 App。 Facebook 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资料串，这些资料串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有的时候我想要拉文章，我要拉留言，同时我要拉这些作者，我们用传统的 RESTful API 一次只能一个一个的拉资料，比如说我们要拉文章，我们要重新拉文章一次，然后我们要拉 comments 一次，然后我们要拉 authors 一次，再拿到手机端，手机端速度其实不是很快，要发3次请求，拿回来去配对这篇文章里面有哪些留言，有哪些作者，在手机里面去做配对，是非常浪费资源而且不好用的。所以 Facebook 就发明了自己的一个 Data Query 的语言，它可以做到的事情蛮神奇的。在 JavaScript 里面直接拿一个物件，比如说我只要拿这些文章里面的某几篇文章的某几个留言和某几个作者，我用这个 Query Language 先 Query 好了以后，全部把资料整理好，传输的时候只要传输少量我需要的资料就可以了，我不用传输所有的资料过来，然后在手机端再做整理，所以它可以省掉资料传输，同时减少 request 数。我只要问一次，我就可以拿到使用者刷新页面需要的资料，搭配 Facebook 自己本身的 React 会更好用。右边这边呢，我展示了一个大家可能看起来会觉得很复杂的一个结构，而实际上如果说你是用传统方法会更复杂。这边可以看到在这个 node 里面，这边是一个 all markdown remark， 就是一个 markdown 档案。那这个 markdown 档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 title， 有 description， 有 category， 有 background， 有时间 date， 还有照片，这些照片是很多张照片合在一起，还有 local， 比如说中文还是英文啊，然后还有它的网址列，还有它需要多少时间去阅读。我只要发一次就可以把这些 query 全部拉回来。这个是 markdown 的
用的部分。如果今天我还想要加一个 cover JPG 的一个档案，这个时候我只要在旁边再用一个刀，我只要把它并在一起，然后再要这个 cover 的 JPG， 这两个东西同时也会一次就可以把它抓回来。那抓回来以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 component 很多的不同的 component 再去处理它就可以了。这跟以往用 RESTful API， 我可能要问 title， 我可能问文章是一个，我可能问 time to read 是一个，我可能问 file 是一个，然后我可能问 local 和 Slack 可能又是一个。光我只要组成一篇文章，我要拉资讯，我可能就要发好几个 request。再来我们看到 React， 那 React 是什么呢？那 React 跟 HTML 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React 是 Facebook 工程师在2011年开发的 JavaScript framework。HTML 了以后，大家想说，我要怎么样开始把 HTML 去做元件，把它慢慢的拆出来，这是一个 component based 的工作流程。当时 Facebook 也有开发， Google 也有开发， Google 甚至是直接从协议上面去开发 framework。 可是后来开发者都比较喜欢用 React 在这一场战争中是获得胜利的。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其实是把所有的 HTML 元件都用 JavaScript 来做管理，它的档名是用 JSX， 它是一个新的 template language。 当时大家想要做的事情是 write once run everywhere， 而实际上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 Android 大家想要看到是 Android 原生的 app， iPhone 大家想要看到 iPhone 原生的 app， 网页大家想要看到网页原生的 app， 就会造成说 write once run everywhere 其实是不是很合适的。可是 React 的想法是说 run once， 它是一套写 code 的方法，然后在这里面不同的 component 可以依据你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环境用不同的 component 来包起来。这个是一个 homepage 的元素，它有一个元件叫 SEO 可以把 title 传进去。这边我们有一个 hero 照片呢里面可以下 style， 可以直接去这边去做编辑。再来这边可以放 latest post， HTML 里面的 title， 后面这边又更复杂，不过其实如果慢慢学会的话其实不会很难。 HTML 我们没办法做很多个物件，没有 for 回圈或者我们没有 map。 这边我们拿到了 JavaScript 的物件 post list 这个物件，我们可以刚刚我们上一章看到的资料，比如说 background category date description title image 这些的资料传进去里面以后呢，我直接写一个 component 叫做 post item， 我把这些资料直接塞进去，我们得到的结果我可以先让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最近在跑的一个 project， 像这样子，这边每一个都是一个 post item， 这个是原生还没有改的。 time to read 还有 title 还有 description， 中文的部分呢有一些文章就是有 title 有内文，还有要几分钟阅读，还有 tag 还有照片。大家会发现说 React 就是一个框框，资料是用 GraphQL 把它塞进来来完成的。接下来再来看打包工具，它是用 Webpack 只要是在学 JavaScript 通常都是用 Webpack 来打包。 Webpack 有几个特性，资源 code splitting， 只需要载入需要载的那个页面，如果要载入更多的资料的话，等到需要载的时候它再载，可以去控制它。因为很多人在用这个很大的社群，所以它有很多的插件，所以以一个开发者的角度来看，我不用重新造轮，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到 Google 上面去查， GitHub 上面去查，用 NPM 直接装这些插件，装好了以后就可以做到以往可能要很多工程师花很多时间去磕的效果。它有支援一个特性叫做 hard reloading， 可以及时让你在打完 code 了以后直接马上来改你的页面，原本的档案会非常非常多，打包工具可以让它打包成更小而且更方便 serve 的一些资料。快速的来开始来做 Gatsby Quick Start， 简单帮大家翻译成中文，说你可以用 NPM 去 install Gatsby 的 client， 再来用 New 一个 site DirectKit， 有很多的模板可以来用，把这个project命名叫做 Gatsby Site。 我们的模板是 GitHub 上面的这个 Starter Hello World 的这个连接，完了以后开资料夹 Gatsby Develop Build 它就可以了。可以来跑一下，我给大家看，装应该没有问题。NPM install 这边要注意一下，如果还没有装 Node 和 NPM 可能要先去装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就开始在装了。直接来跑 Gatsby 吧，照这份 code 来看。我去 new 了一个 Gatsby site 去抓这个 GitHub 流程里面还会有漂亮的 emoji 来把它装起来。之后我们的资料夹里面就多了一个叫做 Gatsby site，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资料夹，它也会提醒你要 cd Gatsby site 去 develop， 然后我们就照它的做，在指令列里面进入这个资料夹，然后我们直接做 Gatsby 的 develop。好，这个时候你的页面会跑在 localhost 8000上面，可以用 Control Click 就可以直接去到这边。它就只有一个功能叫做 Hello World GraphQL 的 IDE， 它是3个底线，然后再 GraphQL。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资料，这边有一个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料，要资料的时候可以去跑 all file， 然后它有没有抓到东西。界面也先让大家看一下，如果现在想要在 server 上面直接去把这份 code 变成是静态的 HTML， 可以用 Gatsby build 这个指令来让你的页面把它 build 成一个档案，再把它上传到你的 server， 就可以开始服务你的客户了。接下来我们想要看一下，学会了快速开始 Hello World 这样一个 server 之后，我到底可以做什么？我今天我想要拿来马上就做，我想要拿来马上让我的公司看起来非常厉害，或是我想要让大家
大家马上看到说，我的部落格很漂亮，或是我的 profile 很赞。那这边有一个叫做 Gatsby Starters， 有蛮多 Starter Kit， 可以挑一下。个人的页面的话 ，profile 你可以直接用这样子的一个 profile， 或是说你有搭配 Ghost，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部落格的页面形式。这边有蛮多的。现在来介绍的是它的侧栏，很多的服务只有整合 Airtable 的，或者你今天想要做的是部落格，你就点一下部落格，就有部落格的 Starter Kit， 或者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的资料不见得是 Markdown， 可能是用其他的 CMS 内容管理系统 ，Contentful 好像比较多可以用，然后 Netlify 也不少，25个。那比如说想要加一个电子商务的，这边有 e-commerce 页面呢，比如说像这个 Cake Shop 有很多不同的，那这个可能看起来比较好。Stripe 是一个支付的服务，它连支付的服务都帮你绑在里面，多国语言的。有个东西叫做 I18N，I18N 就是多国语言的意思。我自己 project 所用到的 library 是这个叫做 Iceberg 的 multi-language 的一个 project， 是20个里面去挑出我觉得还不错的，我是挑选用这个。那我们点下去了以后，这边它会有一个缩图来告诉你说整个是什么样子，更新的时间，然后是谁做的，指令要怎么样来建这个 project， 可以直接 copy 直接贴，就可以直接跑起来。专案可能不想叫 Iceberg Gatsby multi-language， 可以自己改成你的 project 名称，比如说像如果有 Alex 想要写自己的 blog， 你就写 Alex.blog， 然后就变成他的。这边下面还有一些介绍，比如说像 Netlify 用 Netlify 架的，然后 Markdown、SEO 翻译是怎么做的，它这边有一些介绍。你看到这个东西，要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我们通常都是直接按 demo 的页面跟刚刚那个蛮像的，多国语言 PT、Portuguese 葡萄牙语的部分，它连结都有，它按英文的时候又回归到英文的部分，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整理了几个好用的 Starter Kit， 首先是这个，看一下这个 demo 在做什么。这边就是一只手机，然后你里面可以放你 App 的图片 ，Early Access 点下去以后，你可能就要整合你自己的寄信的一些服务，把这个 email 寄到自己的资料库，去把潜在客户的 email 存起来。那后面这边可以去列说你的 App 可能有什么厉害的功能，或是产品可以做到哪些事情。这边有其他的页面，比如说你的 LinkedIn、Instagram 可以放上去 ，About Us 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在 Footer 上面把它补上。这个是一个管理界面软体的一个 landing page， 叫做 HighStep， 把你的管理界面，比如说物联网的产品服务，把它截图放上来。为什么要用你的产品？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列上来。图片你可能就只要找设计师帮你做好几张照片，就得到一个漂亮而且可以快速架的一个 landing page。这个比较像是 Dropbox Paper 的 landing page。Google、Twitter 这些 logo 它好像没有把它列好，调一下就 OK 了。这个页面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跟这个其实蛮类似的？就是说你有一些 feature list， 只要把这些功能做好，你的 landing page 其实就 OK 了。付给大家的 Starter Q&A 的时间。YouTube 上面啊，有一位小林网友发问说，新增修改文章内容的时候，要重新去产生 HTML 与发布网页吗？我直接开这个页面的，就用 Netlify 去架，这些网站都是直接 push 到 GitHub 上面，就会从 GitHub 上面去捞。Julius Pro 的 admin， 然后就可以看到，其实 Netlify 它就是 Netlify CMS， 然后它可以直接用 GitHub 就登入。那当你登入了以后，后台其实都有 WordPress 部落格一样很轻松的，可以新增一篇文章，可以在这边写，或者你喜欢用 Markdown 格式，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编辑，可以 post 出来了以后呢，这边有 Deploy Preview， 网站存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帮你在 GitHub 上面去存一个新的 Deploy， 重新再 build 一次。因为它的 build 是在只要有改变的时候，它就重新 build 一次。所以它 build 完 Bottleneck 是在一直在做改动，然后一直重新 build 的话，其实就会比较花时间。可以看一下我刚刚的 VS Code 里面，我的文章是存在哪里。用这个来写部落格有一个好处，我的文章全部都是一个 Markdown 的档案，存在自己的电脑里面，但存在自己的 GitHub 里面，不会有被像 Medium 或是 Blogger 平台绑架的问题。当你今天很辛苦了写好很多的文章，上百篇的文章 ，Medium 可能把你当做产品卖掉，一个月收5块钱美金。你的资料和你的文章其实都是用 Markdown 储存好的。Markdown 的格式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把它画起来，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开放，而且比较拥有自己文章的一些权利，感觉蛮好的。那一篇好，比如说像这篇精装登山推荐这篇，这边我可以看到 Markdown 两个井字号就是2标，星星就是点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页面，2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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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down 是吻合的一串资料，可以把它画成 React 的 component 去画成这样。载入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觉得还蛮好玩的，它会先模糊，再做清晰，先给你一张很模糊的照片，越来越清晰。Gatsby 的一个套件装完了以后，可以看一些网络上的教学，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旁边这个侧栏是我自己做的，会去依照旁边这边去拉，滑到哪里。当我的页面比较大一点，就会变一颗球套出来。在手机上面的时候就是一颗球，或是平板上可能就是一颗球。哇 ，RWD， 好像很方便诶。我刚好看你有附那个程式码，所以其实我照着你的步骤，应该就可以很快的建立一个简易的网站。来这边我再走一次给大家看哈，点一下这个，你想要做自己个人的网站，黑底各式各样，比如说叉叉这些 icon， 觉得很漂亮。点进去以后，除了我可以按 demo 以外，
话，在最下面直接就给你一个连接，它的 source 是 GitHub， 它 GitHub 就在这里。除了 GitHub 以外，这边可以直接复制指令，做一次给大家看好。copy 它出来，我是不是回到 code 资料夹里面？对，跑这一段 code， 这时候它就会从 GitHub 里面去拉这个 project 下来。有，你刚刚有 demo 到这一段，哇，那这样大家都可以很快速的建立一个静态网站，SEO 又很强，可以一行就装好了，这样。Get develop， 等它一下，多了一个这个嘛，对 ，localhost 8000，那这时候它这个页面就跑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很快速的看到它的 starter 选好了以后，直接用 Gatsby 一个指令 ，Gatsby develop， 你就会开发一个页面了，就帮你画出来。Gatsby 其实还蛮好用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对，这个是 local 的。那如果说我要 publish 的话，我就像你刚刚这样子用网络服务 Netlify， 然后就可以 push 到 GitHub 上面，然后就变成一个静态网站了。Netlify 就会帮你动态去看你的 GitHub， 就是我们的整个网站的 GitHub。我了解了，对，就是你在本阶段修改好之后 push 到 GitHub 上，不要把它连接在一起。Netlify 跟你的 GitHub 这样会用 Git， 之后是不是里面写文章，把你的 Markdown 改好，对，然后你把它 push 到你的 GitHub 上面，对 ，Netlify 自己就会帮你去抓，帮你变成漂亮的网站，好方便，而且就这么简单，而且资料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第一个就是资料在你的电脑里面有，然后同时 GitHub 也帮你做好备份版本控制，不用担心你的资料会不见。我们今天感谢玉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教学。